这边可以水上泛舟，看两岸的青山，这个环境挺美的。这边貌似已经来到了村头啊，这是米布村，大家到这边来休闲集合的地方。你看啊，米布到西道湾温泉，短短的一段路，来看看啊，挺美的地方吧。这些呢，都是后来搞的一片休闲的地方，特地铺了这些塑胶的跑道。嗨，大家好！延续着刚刚在米布的这段骑行啊，你看啊，现在我在米布村内的一条，应该就是流溪河边上的小道啊。顺这条小道呢，开始我今天第二段的骑行。在骑回温泉镇之前呢，我打算先在这个流溪河边的小道上再留连片刻，看看有些什么有趣的发现。其实就是堤岸边上的一条步道啊，比较窄，但是没有人，所以我还是可以骑行一下。这条道呢，我真的还第一次进来，看来还是高高低低，蜿蜒向前，就像一条山道啊。你看啊，这边就有点陡峭了。我们继续回到岸边去。这个真的还就在流溪河的岸边啊。哇，这边就是流溪河了。你看啊，这个河里也有很多人雇用的这种游船吧。这边可以水上泛舟，看两岸的青山，这个环境挺美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地方有个门。右侧这边呢，貌似有很多高高的平台，可以往流溪河的。这边这些村里的景色了，你看，这左侧拦住的都是养的一些走地鸡。这个是进到村里了吗？不知道能不能出得去呢？貌似有路的。哇，这大摩托写的漂亮。这绝对是村里的村道了，边上都是老乡们的房子。貌似还有路可以走。这个有点像那种山林的房子，建在一个山坡上。米埔村路2队。哇，我还第一次走到这个山村里面来啊！哇，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这边貌似已经来到了村头啊，这是米布村，大家到这边来休闲集合的地方。很有意思的米布村党群服务站，这就像村头的一个小广场。
明白了。如果是刚刚我要直接骑出来呢，就顺着这条蓝叶子的步道，一直从这边出来，这边就是他们村里了。那我们是公里在村里流连上，这里有很多的农庄，很多的农舍啊，其实都是开了很多小店，大家可以在这边住，也可以在这边吃饭。这地方其实还是挺美的。之前呢，每次都是通过一下而已，但其实这边是可以走得通的。这边叫道西湾，写的3个字，其实这是一片稻田，观光农业。哇，这边特别漂亮啊，好像也有个小火车的，我记得。这里是一个小车站，就是当然孩子啊，可以在这边等一个小火车。你看啊，米布到西道湾温泉，短短的一段路，很多人在那等火车。这小火车真的很小，这是真的坐的吗？这个绝对是挺有意思的，特别对小孩子来讲啊，我们在这边稍微的再观望一下。你看啊，青山绿水之间，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没有错的一句话。这个种了一些秧苗，就是稻子。这稻田这种弯弯绵延、曲曲折折的这种小轨道。这段路呢，以前是来过的，但今天从这个方向往那边骑的应该是第一次。这是旅游文化特色村。都皱出来了，走，上去。我看有车，也有很多的桌椅，大家可以在这边坐坐。整体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吧。这种自然的环境，同时也有人为的一些加工，增添了一些休闲设施。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在这边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哪怕是半天时间啊，应该也是有很好的体验。这条骑行道啊，还可以继续向前。在这样的非常安全啊、很幽静、没有什么人打扰的自行车上来骑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放松。好，我们在流溪河边上再来望望江看看景。又有一艘小游轮过来了，
这里风景太美了，拍出来照片也非常清晰啊。今天你看啊，蓝天白云，真是一个好天气啊。看来今天到从化这边来骑车呢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还是要顾忌啊。我的家人还在温泉镇那边等我，所以不能无限的使用时间，必须从这边慢慢找路往回走了。我的左前方这个里面呢是崇都庄园，也有一个国际会议中心，还并且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那我们就到那边去掉头往回走了。经过一座桥，左侧呢就是崇都庄园了。你看这边有很多人开着车，把他们的单车拉下来这种自然骑行。现在我看到这成都的大门挂着各个国家的旗帜，因为这边有个成都会议，一个开会地方。好，现在呢，我们换一条回去的路，就从正对的成都庄园的马路骑到玉泉大道上了。从那边呢，经由一条公路，也是非常美的一条公路呢，就从那边回去了。再一次经过一座桥，这个桥下呢就是滚滚的流溪河。你看啊，流溪河在这边呢好像非常的开阔，看到很多人在这边划艇，还有一些游船。好，现在呢已经骑到了大马路上了。你看啊，前面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欢迎再来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马路的左侧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设施，过去不大方便，我就不过去了，就在这边骑回去。右侧这个区域里面呢，有很大的公园，还有很多旅游的设施。以前呢都进去过，今天我们就路过一下而已。我记得1-2个礼拜以前吧，这个地方还举办过国际的自行车赛啊，应该就是1个礼拜以前的事。那我相信这一段呢，肯定也是比赛的路段，但它这种肯定是公路赛车的比赛。但是我相信在这路上肯定都是选手们快速通过的路段。好，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大道往回车。现在基本上就贴着流溪河的边上这个骑行。现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大坡，我们加把劲骑上这个大坡。但是我的右侧就是碧绿的河水，非常之漂亮。我都不知道这个水是原本就是绿色的呢，还是被周围的那种绿树染成了绿色。
条路上呢，有很多村民摆卖他们种的一些水果，但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些农家菜馆。前面那个当铺是卖枇杷的，这枇杷是非常好吃的一种水果。卖枇杷，一盆盆的。这里又是一撮卖枇杷的。你看啊，右侧的流溪河在这边非常的开阔。前面呢有一个加油站啊，我记得加油站边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望流溪河江岸的地方，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专门还有个小平台，站在这边可以来望望流溪河的美景。哦，对面我看到有一个轮船的码头，就这种游船在河里跑的这个码头，来看看，挺美的地方吧。在流溪河边上看了一会儿风景啊，现在呢，我们就通过这个中国石油的这个站，我们顺着义泉大道继续往温泉站的方向继续。从这边过去呢，也就是20来分钟就到了。那我们就轻松的在那骑行的。这个卖枇杷的地方还真不少了，这边又是一家卖枇杷的。你看啊，这边也是有一些农家菜馆，看上去应该都很不错的，就在河边，景色也非常好，以后有机会再来吃吧。这里有更多的农庄啊。这边的农家饭啊，主要就是柴火饭、竹筒饭作为一个特色主打。
好，现在我面对的呢又是一个大坡，我又骑上这个大坡。那个大坡，我这个小车子有2个变速，确实爬坡有点累啊，但基本上已经爬完这个坡了。右侧有一条路，应该也能回到刚刚去过那个卫东酒店站的公司，我就不麻烦了，还沿着一条大道骑回去。现在是下坡。右侧呢就是大广高速的一个路口，但是我要再往前骑一点才可以回到温泉镇里去。感觉天有点阴了，好像还飘下了几滴水，应该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虽然今天骑的路其实应该并不多，我相信也就是20多公里的
来回的距离吧。但是好久没有在从化骑行了，这里上坡下坡的，而且眼前两侧全都是绿树，也感觉还是非常美的。好，现在再骑个300米，就要右拐进入温泉小镇了。这一路真的还是过了一把瘾啊，特别是去骑了一些以前骑过的，也有一条道呢是以前没有骑过的，真的有一些新鲜感。而且以前骑过的道路呢也有了很好的提升，感觉环境是更好了。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到这边来骑行。我看右侧这个街心的花园已经修得非常好了，还增添了很多运动的设施。原本这边写的是什么财富小镇，很俗气，现在还是把它改回了从化温泉，我觉得这就对了。在进锦泉大街之前，我们还是到这个街心公园里面稍微来拐个弯啊。这个地方有阵子没来啊，完全环境变好了。你看啊，山坡上有“世界珍稀温泉”6个字，这些呢都是后来搞的一片休闲的地方，特地铺了这些塑胶的跑道。这边也有一个总体导览图，就是写的华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路区最美旅游公路从化示范段，大概这样的。环境真的已经没得说了，建得非常之好了。好了，那咱们就在这边稍事留连，去跟我的家人会合，然后呢就准备开车回广州去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啊，也是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游再见吧，拜拜。